晚上睡觉时，你是否也习惯把手机放在床头，甚至枕头旁边？很多人害怕手机有辐射，长辈们常常提醒，手机不要放枕边，有辐射会致癌。然而，科学研究显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手机电磁辐射会导致癌症。手机所产生的是非电离辐射，强度很低，基本不会损害健康，更谈不上致命。如果连手机这点微弱辐射都能把人辐射出问题，那我们每天头顶上那轮太阳早就让我们变成焦炭了。所以，单从辐射角度来说，把手机放床头并不会直接要命，但是可别因此掉以轻心。真正潜伏在你枕边要命的东西不是辐射，而是你对手机的一些不良使用习惯。特别有3个常见的自杀式坏习惯，正在一点点伤害你的眼睛、颈椎和睡眠。长期下来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接下来我们就深入聊聊这3大致命习惯，看看到底是哪3个隐形杀手，趁着你夜深人静时，悄悄在你的床头收割健康。习惯1，关灯后玩手机，眼睛的致命折磨。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半夜关了灯，躺在床上还舍不得睡，忍不住拿起手机刷朋友圈、看影片。本来眼睛已经很疲劳了，但手机屏幕那幽幽的蓝光却让你瞬间清醒。黑暗中，一只手高举手机，一双眼紧盯着刺眼的屏幕，整个房间只有屏幕发出的亮光照在你脸上。这一幕对你的眼睛来说，简直像恐怖片现场。强光像利刃般直射眼球，瞳孔被迫放大，眼睛正在默默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多人担心手机辐射伤脑，其实首先中招的往往是我们最宝贵的灵魂之窗——眼睛。人在黑暗环境下看亮光，瞳孔会反射性的放大，以便让更多光线进入眼睛。在你关灯玩手机的时候，手机屏幕哪怕自动调暗了，但相对漆黑的环境仍然非常亮。此时你瞳孔持续放大，再加上直射的强光刺激，眼压可能升高，眼睛的调节肌肉也在紧张的工作。有些人本身眼睛构造就有潜在问题，比如前房偏浅或房角狭窄，平时可能没啥感觉，但在黑暗中瞳孔放大时，房角容易被虹膜堵住，眼球内的防水流通受阻，导致眼压飙升，甚至可能诱发急性青光眼。青光眼发作时会剧烈眼痛，视力骤降，严重可致失明。听起来吓人吗？也许你觉得自己年轻视力好，不至于这么倒霉。可黑暗中长时间看手机，确实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那些隐藏的眼疾突然爆发。即使你没有青光眼隐患，黑暗中盯着屏幕看也在慢性损伤视力。当周围环境漆黑，手机屏幕与环境形成强烈明暗对比，明亮的光线长期直射视网膜的黄斑部。黄斑部是我们视网膜上最敏感的区域，负责看清细节和颜色，但它也很娇嫩，怕强光刺激。如果长年累月，每天晚上都让黄斑部接受高强度光刺激，可能造成光损伤和退化。很多传闻说在黑暗中玩手机会导致黄斑部病变甚至失明，当然短时间内不至于立刻瞎掉，但慢性的光毒性损害不可小觑。医生们提醒，强光长期刺激下，黄斑部细胞可能加速老化，视力提早衰退。也就是说，也许到了40-50岁，你就出现本该60-70岁才有的视力问题，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你是否习惯侧躺着玩手机，觉得一边躺着侧身刷手机特别舒服？但是这个姿势对眼睛的伤害更大。当你侧躺时，通常一只眼离枕头更近，可能会部分被枕头或被子遮挡压迫，另一只眼睛直直盯着手机屏幕。结果就是2只眼睛所处的光线环境不一样，一只在相对遮蔽黑暗中，另一只直视亮光。久而久之，左右眼的视力负担失衡，可能导致视力偏差。一些人长期侧躺看手机，会发现2眼度数不同，看东西有重影。这并非错觉，而是姿势不良导致的视觉疲劳不均衡。甚至有眼科医生分享过病例，有的人每天晚上固定侧躺用一只眼睛看手机，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单眼视力模糊，短暂失明，吓得以为失明了。其实这是因为一只眼睛长时间直视强光，感光细胞一时疲劳过度，
而另一只眼在黑暗中适应了突然亮光刺激不均衡导致的暂时性视力丧失。幸运的话，休息几分钟可能恢复正常，但当事人往往饱受惊吓。英国就曾有医学报告提到2名女性喜欢侧躺在黑暗里用一只眼睛看手机，结果反复出现短暂性失明的症状。这种现象现在有个名字叫智慧型手机失明，虽然通常是可逆的，但经历过的人都不想再来第二次。侧躺除了造成左右眼受光不均，枕头压迫靠枕那侧的眼睛，还会影响供血。眼球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氧气养分，被压着时间长了会处于相对缺血状态。短时间你可能感觉不到，但几十分钟下来，很多人会感到眼胀、视线模糊，甚至出现短暂的重影。有些人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其实只是枕头压迫和眼疲劳所致。这种重影通常休息一阵子能缓解，但如果每天如此，眼睛持续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久而久之可能引发干眼症等问题。干眼症可不只是眼睛干涉点眼药水那么简单，严重时角膜上皮都会受损，眼睛又干又痛，甚至怕光流泪，极大降低生活品质。除了上述这些危险，关灯、玩手机对眼睛的长远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是视疲劳和近视加深。黑暗中看手机，由于环境光线不足，眼睛更难对焦，你可能下意识把手机拿更近来看，这又增加了调节负担。持续近距离用眼，特别是在昏暗光线下，容易造成调节痉挛，也就是俗称的假性近视。如果不加以改善，时间长了，假性变真性，近视度数蹭蹭往上涨。许多年轻人熬夜玩手机，一段时间后，惊讶地发现视力下降得更快了，这绝非巧合。眼科医生甚至提出一个概念，眼睛初老，指的就是长期关灯、玩电子产品，导致40岁不到就出现老花眼般的调节力下降、视物吃力的状况。也就是说，你可能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眼睛用出了早衰迹象。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玩一次手机眼睛就完蛋了，偶尔1次2次，年轻健康的眼睛尚能扛住，但问题在于习惯。如果你每晚都关灯抱着手机不撒手，日积月累，这种伤害将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累积，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后悔莫及。眼睛是很诚实的器官，用多了虐待它，它一定会抗议。从最初的酸涩、流泪、干涩，到后来视力模糊、视物重影、头痛，这些都是在向你拉响警报。知道真相的你也许会问，那我该怎么办？难道晚上就完全不能看手机了吗？最佳建议当然是睡前别再关灯玩手机，床就是用来睡觉的，不是用来当手机影院的。如果真有重要的讯息或非看不可的内容，至少要给眼睛减减负，开一盏小夜灯，不要在全黑环境下直视手机，可以开一盏柔和的小灯，让环境有点背景光，哪怕只有微弱的暖光，都能减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反差，保护视网膜。调低屏幕亮度，大多数手机都有夜间模式或护眼模式，把亮度调暗，色温调成偏黄偏暖的模式，可以减少蓝光刺激，但也别太暗到看不清，避免眼睛更费力。总之，舒适清晰且不刺眼为宜，保持适当距离，不要把手机贴太近，眼睛一般建议30到50公分距离，差不多一臂之遥。很多人习惯侧躺时手机离眼几乎不到20公分，这对焦吃力又增加辐射暴露。记住，手机不是隐形眼镜，离远一点字看不清，可以放大字体。减少单眼注视，不要长时间只用一只眼看手机。如果侧躺，试着2侧轮流，不要总压着同一只眼睛。更理想的还是平躺或坐起来看，用双眼平视屏幕。压着眼睛看手机实在是下策。定时休息眨眼，人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大幅降低，泪液分泌减少，加剧干眼。你可以每隔10分钟主动停下来，闭眼休息30秒或用力眨几下，让泪膜重新湿润眼球，或者干脆每看20分钟手机就远眺窗外或房间远处6公尺以外的地方20秒，这是有名的护眼法则。不要赌气硬撑，一旦感到眼睛酸痛难耐，就别逞强继续刷了。很多人就是顶着疲劳继续看，结果眼睛伤得更重。与其等眼睛罢工，
不如及早让它休息。说到底，眼睛不是机器，需要我们呵护，不要等到真的视力出问题才想起医生的嘱咐。关灯玩手机这个习惯真的是在慢性自杀。眼睛不妨试着戒一戒，至少给自己的眼睛留点余地，别让短暂的娱乐换来长久的黑暗。当你下次再想黑灯瞎火玩手机时，想想你的眼睛在哭泣抗议的模样吧。冠2，歪着脖子刷手机颈椎的不堪重负。熬夜玩手机不仅折磨眼睛，脖子和颈椎也是受害者，而且往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是否体验过这种情形？躺在床上玩手机一会儿，感觉脖子酸痛，换个姿势继续，第二天早上起来落枕一般，脖子又僵又痛，甚至转头都困难。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意，觉得睡一觉就好了。然而长期如此，你的颈椎正在悄悄发生蜕变，甚至有朝一日可能爆发大问题。手机不重，但你的头可不轻。长期以不良姿势低头、歪头看手机，相当于让颈椎一直扛着一个超负荷的重量在苦撑。人的头颅大约重4到5公斤，就像一颗保龄球那么重，而颈椎就好比支撑保龄球的细长支架，它天生只能在特定角度下承受头部重量。正常直立时，我们的颈椎有一个向前的生理弧度，头部的重量会比较均匀地传导到颈椎各节。可是当我们低头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你低头玩手机，头部前倾的角度越大，施加在颈椎上的等效重量就成倍数增加。有专家测算过一组惊人的数据，当头前倾15度时，颈椎承受的负荷相当于约12公斤，前倾30度时大约18公斤，前倾45度时22公斤。而当你低头60度，颈椎要承受约27公斤的重量。27公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你脖子上挂着一个7、8岁的小孩，或者一直扛着半袋水泥在脖子上。这还只是静态重量，实际生活中你可能还会时不时动一动，左右扭头，颈椎所受的负荷更复杂。试想，你的细颈椎本来只该负担5公斤的头，结果每天晚上却要负重超级加倍，时间一长，谁受得了？现代人因此得了一个称号叫低头族，走路低头看手机，坐着低头看，躺着也低头看。我们的颈椎长时间处在一种非正常弯曲的状态，逐渐就会出现种种问题。最常见的就是颈肩酸痛、僵硬不适，这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紧绷劳累，局部循环变差，产生了炎症和紧张。此外，更深层的危害在于椎间盘和颈椎关节的蜕变。颈椎的每个椎骨之间有软软的椎间盘作为避震垫，当颈椎长期受超长压力，椎间盘会加速磨损，脱水变薄，甚至可能突出。长此以往，你的颈椎曲度可能会改变，本来该优美前弯的颈椎变得僵直，甚至反向弯曲，整个颈部力学发生改变，进一步引发更多问题。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去医院一查，医生惊讶地发现颈椎退化，年龄远超实际年龄。有的人才27岁，颈椎却像50岁中年人，甚至还有人20来岁就长出了骨刺。这可是以往老年人才有的现象。这些案例的共通点就是长期不良姿势，使用手机或电脑，过度劳累颈椎，终于酿成果。在床上玩手机，除了低头，往往还牵涉到各种古怪的姿势。刚才我们提到侧躺对眼睛不好，其实对颈椎也非常不友好。侧躺时，你的头通常歪向一侧，枕头如果高低不合适，脖子就被侧向扭曲一整段时间。很多人侧躺看着看着，会感到一侧肩颈发酸，那就是肌肉在抗议了。而比肌肉疲劳更严重的是，长时间保持侧屈或扭转的姿势，可能导致颈椎小关节位置发生细微移位或紊乱。一些医生指出，侧卧歪着脖子玩手机，头和身体呈接近90度的弯曲，如果没有额外的支撑，容易造成颈椎关节失稳。这种失稳开始可能没症状，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突然出现头晕、偏头痛、颈部卡卡响等问题。有人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转头时头晕目眩，甚至觉得天旋地转，这就有可能是长期不良姿势引起颈椎小关节错位，影响到了椎动脉供血或神经传导。
另一个常见姿势是俯卧撑着看手机，也就是趴在床上看。你也许觉得趴着看手机很轻松，但实际上这对颈椎和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不好。趴着时，你的脖子必然要向后仰起来看手机，长时间仰着脖子会压迫颈部后方的肌肉和神经。同时，俯卧时手肘常常弯曲支撑在床面，时间久了走步容易麻木，而且心脏位于身体前侧，趴着会压迫心肺，导致脑部供血不足。有专家称，趴着玩手机可能造成颈椎以上惰性缺血，意思是头部处于血液相对缺乏的状态，人容易觉得头昏脑胀。难怪有时你趴着看手机一阵子再爬起来，会觉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这就是姿势不当，让血液都积在下半身，导致一时供血没跟上的缘故。除了侧躺和趴着，有的人干脆半躺半坐在床头，背后靠倚几个枕头，头部呈一个尴尬的前屈角度玩手机。这种半躺姿势看似放松，其实对颈椎更不利，因为你没有坐直，腰背没有支撑，全靠脖子和上背部肌肉僵硬的绷着把头拉起来，一不小心头还会垂到胸前，形成一个极端低头的姿势。许多人追剧追到睡着，醒来时脖子僵硬酸痛，就是因为长时间处在这种弯曲状态，肌肉筋膜都出了问题。也许有人会想，不就是脖子酸痛吗？活动活动就好了吧？其实颈椎问题积累下去，可能引发的症状超出你的想象。除了慢性劳损导致的疼痛、紧绷外，颈椎蜕变还可能压迫神经和血管。例如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刺形成后压到神经根，你可能出现手臂麻木、刺痛，手指不灵活，拿东西容易脱手，这就是神经受压的表现。如果压迫到椎动脉，还会影响脑部供血，人会反复感到头晕眼花、耳鸣，甚至平衡失调。更可怕的是，有的人颈椎问题严重到压迫脊髓，走路都变得不稳，四肢无力，这就到了需要手术不可的地步了。现在颈椎病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低头族们正在透支自己的颈椎，使用寿命。有统计显示，颈椎病年轻化趋势明显，许多30岁不到的人就在片子上看到了明显的颈椎退行性改变。医生感叹，以前门诊中年轻患者很少见，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年轻白领、学生来看颈椎问题。想想看，如果你20岁出头就腰酸背痛、脖子僵硬，甚至手麻头晕，那未来几十年可怎么过？等真的严重到要卧床休养，甚至动刀治疗时，悔之晚矣。甚至有一些极端案例，足以给所有低头族当头棒喝。日本有位25岁宅男，常年沉迷手机游戏，几乎整天窝在床上打游戏，姿势极其不良。最后他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怪病垂头症，也就是脖子无法自主支撑头部，脑袋几乎以将近90度的角度垂在胸前。他的 X 光片让医生都震惊，颈椎弯曲变形的厉害，整个脖子弯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医生推断，他的颈部变形除了有先天发育因素外，长期低头不动玩手机是主要诱因。如果不治疗，他将永远无法直视前方，只能像极端驼背那样一直低垂着头生活。尽管这是少见的极端病例，但却真实地警示我们，过度的手机使用加不良姿势，可能把年轻人的颈椎变成令人心惊的样子。我们或许不会人人都变成垂头症，但很多人的驼背、颈椎变形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还不引起重视，未来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就追悔莫及了。听完是不是脖子后面一阵发凉，下意识坐直了呢？别急，现在改还来得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保护颈椎，减少床上玩手机带来的伤害。控制时间，多休息。最根本的是减少长时间连续玩手机的习惯，每隔30分钟就休息一下，起身活动活动脖子和身体，千万不要一玩就是2-3小时不动，如同让颈椎长时间搁一个姿势定死了一样。设定闹钟提醒自己休息，如果觉得自己一玩就忘，很可能就代表你需要更严格的控制。抬高手机，视线平行，低头伤颈椎，解决的方法就是别低头。玩手机时尽量把手机举高一点，使屏幕接近与眼睛平行的高度。
可以用手举高或靠在床头坐直身体，将手肘垫在枕头上支撑，让手机在视线稍下方的位置。记住，是用手抬手机迎合脖子，而不是脖子去迎合手机。如果你实在懒得举，可以考虑买个手机支架夹在床头，调到适合高度，让你不必低头。平躺优于侧躺，俯躺在床上看手机，姿势选择上平躺是相对比较好的姿势。平躺时身体对称放松，颈椎也有枕头支持，不容易侧偏扭曲。可以仰躺在床，枕头高度调整到能让头略微前倾15到20度看手机的角度，这样既不用使劲低头，手也比较好拿手机。避免侧躺或趴着看，这两种姿势我们前面分析过，对颈椎和眼睛都不好。选择合适的枕头，有的人为了舒服，躺床上靠好几个枕头垫高，殊不知枕头太高让脖子前屈角度过大，非常伤颈椎。也有人干脆不要枕头，结果脖子往后仰，同样难受。理想的枕头高度应该使你的头和躯干保持在一直线，不前屈也不过分后仰。对于仰躺看手机，可以用一个稍高的枕头支撑背部和头部，呈半卧位，但记得要让脖子有支撑，不要脑袋悬空用力前探。总之，不管什么姿势，确保颈部有依靠，不要处于绷紧悬空的状态。勤做颈肩运动，每天抽空做一做颈椎保健操或者颈肩部的拉伸运动，比如轻柔的前后点头，左右转头各10次，再做几个绕圈运动，或者双手十指交扣托在后脑，对抗着轻压头部，增强颈部肌肉力量。也可以用热毛巾敷敷脖子，促进血液循环。强健的颈部肌肉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头部重量，减轻颈椎压力。别忘了肩膀、背部的伸展也很重要，适当锻炼上肢和背肌，可以改善你的整体姿势。警惕信号，及时就医。如果出现颈部疼痛加剧、手臂麻木、头晕、恶心等症状，一定要重视，必要时就医检查颈椎。很多颈椎大问题在早期其实有小信号的，只是我们忽视了。一旦身体在抗议，说明颈椎已经不胜负荷，千万别硬撑着继续低头玩了。说1000道1万，远离颈椎伤害的根本之道还是节制使用。手机很好玩，但千万别让它把你的脖子变成了折翼的天使。把头抬起来，你会发现世界更精彩，而不是只有手机屏幕里的那一方天地。颈椎健康，人生才能抬头挺胸的享受生活，不是吗？冠3，睡前不放手机睡眠的隐形杀手。躺在床上玩手机，最大的恶果莫过于毁了你的睡眠。许多人原本已经疲惫不堪，明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结果因为手机的诱惑，再刷5分钟，变成又是1小时，深夜还在强行续命式熬夜。更糟糕的是，玩手机就算放下了，你的大脑可能还停不下来，导致迟迟无法入睡。长此以往，你的生物钟被打乱，睡眠时间严重不足，白天哈欠连天，精神萎靡，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可以说，睡前玩手机这个习惯就像一个隐形杀手，一点点偷走你的睡眠与活力。首先，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对睡眠的干扰非常直接。蓝光其实是一种高能量的可见光，在自然界中，白天的阳光里就含有大量蓝光。人类的大脑很聪明，它把蓝光当作白天的信号源。当我们的眼睛感知到蓝光时，会抑制一种叫褪黑激素，也就是睡眠荷尔蒙的分泌。褪黑激素在黑暗环境下才大量分泌，使人昏昏欲睡。光线一刺激，尤其是蓝光，褪黑激素水平就下降，我们就会觉得清醒有精神。这本是人体正常的生理节律，白天清醒，夜晚困倦，靠的就是光线调节。然而，手机、平板这类电子屏幕正好发出大量蓝光，如果睡前眼睛还直直盯着这些屏幕，大脑会误以为此刻仍是白天，于是褪黑激素分泌被延后或减少，你反而越刷越精神，毫无睡意。有实验研究对比了睡前用电子屏幕设备和阅读纸质书对睡眠的影响，结果发现睡前看电子屏幕的人入睡所需时间更长，就算勉强睡着，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期的时间也减少，整晚睡眠质量都比较差。
而那些远离屏幕的人，入睡更快，睡得更沉，也更香。另一项研究指出，夜晚接触蓝光会让人体褪黑激素的分泌延迟至少1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本来你11点该开始犯困分泌褪黑激素了，但由于手机屏幕的光，可能要拖到凌晨12点甚至更晚才开始困。难怪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当你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一拿起手机看，反而更睡不着了。这其实就是蓝光在作怪，把你的生理时钟往后推了。不仅如此，蓝光还可能减少整夜的总褪黑激素量，间接导致睡眠浅而断断续续。你以为玩手机放松了精神，其实只是让大脑保持亢奋麻木，损失的却是宝贵的深度睡眠。除了蓝光的生理作用，玩手机本身带来的心理刺激也会干扰睡眠。想想你的经验，睡前刷手机常常越看越上瘾，本来只想浏览一下讯息，结果微信群聊八卦起来没完没了，刷短视频再看一个根本停不住，每个都吊着胃口想看下个。逛网购平台本来看看就好，结果发现一堆好物，兴奋的下单大脑越来越清醒，甚至看到一些让人生气或难过的新闻贴文，情绪被调动，气得脑子嗡嗡的，哪还睡得着？现代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的设计，处处都是陷阱，目的是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多停留1秒是1秒。于是我们的大脑在睡前最后宝贵的放松时间里，非但没休息，反而被各种信息填压，情绪刺激得满满当当。有人形容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就是拿着一根无形的针管在往自己大脑里打强心剂，一针接一针把即将入睡的自己硬生生打醒。此外，手机上不断弹出的通知、讯息提醒声，更是干扰入睡的大敌。如果你把手机放在枕边，开着声音或震动模式，刚迷迷糊糊快睡着，叮一声消息提示，你是不是会条件反射拿起手机查看？即使你强忍着不看，这一下提醒也足以让你心痒难耐，思绪又活跃起来，睡意全无。而若是碰巧看到激动人心的消息，比如朋友八卦、新的工作邮件、喜欢的人回复了你，那你的脑内多巴胺瞬间飙升，整个人清醒兴奋，再想睡可就难了。长期下来，你的大脑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警觉，只要手机在旁边，随时可能有新讯息，它就无法完全放松，总留一个眼警惕着。这种警觉性使得你的睡眠变得很浅，很容易被惊醒，哪怕提醒音量不大，也可能干扰脑波。很多人感觉睡了一夜，但早上起来还是累，就是因为浅眠过多，没有得到真正休息。别小看1-2晚熬夜，睡眠不足的累积效应对健康打击巨大。有研究指出，长期睡眠不足会提高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包括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因为睡眠是身体进行自我修复和调节的重要时间，如果经常得不到充分睡眠，内分泌、代谢都会失衡。例如，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素和瘦素这2种控制食欲的激素，导致你更容易感到饿，更难产生饱足感，久而久之体重增加。睡不饱也会让免疫力下降，感冒、生病的几率升高。同时，长期熬夜还扰乱脑内神经递质的平衡，让人更容易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你可能发现自己熬夜后特别暴躁易怒，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变差，这些都是睡眠不足在作祟。甚至有研究表明，经常严重干扰生物钟，比如长期夜班工人的人群，某些癌症的发病率也更高。这可能与体内荷尔蒙长期紊乱有关。更直观的危害是意外风险增加，睡不好的人白天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如果你要开车或操作机械，出事故的概率大大上升。据统计，疲劳驾驶引发的车祸不胜枚举。那些凌晨犯困打瞌睡的司机，之前很可能就在玩手机熬夜。对学生而言，熬夜玩手机更是学习的大敌。夜里少睡几个小时，白天上课打瞌睡，学习效率降低，记忆新知识都难，成绩下滑，还影响生长发育。对上班族来说，熬夜刷手机导致工作注意力不集中，错漏百出，长期下来职业发展都可能受影响。可以说，睡眠债迟早是要还的，往往还的利息还特别高。
不少人年轻时不在乎，等到身体亮红灯才追悔莫及。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睡前玩手机这个自杀式习惯呢？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帮助你找回好觉。设定固定的电子宵禁时间，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点，比如睡前半小时或1小时，一到这个点就停止使用手机和电脑。可以在手机上设置就寝提醒闹钟，一响就坚决放下手机。这段时间让自己做些放松的事，冲个热水澡，拉拉筋，看看纸书或听轻音乐，让大脑从屏幕刺激中缓冲出来，为睡眠做准备。将手机放远离床铺，很多专家建议睡觉时手机至少放离床头 1.5 公尺以上。这有几个好处：一是距离远了来通知你，不容易顺手就拿；二是就算有亮光和微弱辐射，隔这距离也几乎影响不到你；三是减少夜晚手机自燃或电池事故的风险。如果怕错过重要来电，可以把铃声调高一点，真正急事电话响你还是听得到的。总之，睡觉时看不见摸不着手机，是防止鬼迷心窍熬夜的简单又有效方法。别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培养床就是睡觉的地方这种心理暗示。尽量不要在床上长时间玩手机、工作、吃东西等。当你上床后，就告诉自己现在唯一任务是睡觉。这样久而久之，一上床，你的身心就会进入准备睡眠的模式，更容易入睡。如果长时间把床当娱乐场所，大脑对床铺的联想就是兴奋和清醒，那自然难以睡着。善用助眠模式和护眼软件，大多数智能手机都有夜间模式，或称勿扰模式。睡前开启，它可以自动让屏幕变暖光，减少蓝光，同时静音通知。虽然最理想是不看，但如果非得用手机，比如接个视频电话，那至少打开这些模式，减少伤害。另外，也可以使用一些蓝光过滤眼镜，据称能阻挡部分蓝光，不过效果因人而异，心理安慰或许大于实质。改用传统闹钟，很多人把手机放床头，是因为用它当闹钟较早。其实你可以花几十块买个老式闹钟，避免为了设闹钟而把手机带上床。毕竟你设好闹钟却又忍不住多刷2下的情况太常见了。有了独立闹钟，手机可以安心放客厅充电，早上闹钟响了再起床去拿手机查看消息，这样至少保证了一整晚不碰手机。培养健康的睡眠仪式，用其他更健康的习惯取代睡前玩手机。例如睡前半小时坚持阅读纸本书，你会发现看书其实更容易让人犯困。或者做几个简单的瑜伽、拉伸、冥想练习，放松全身。再或者和家人枕边聊聊天。培养感情的同时，也放下电子产品，给自己设计一套睡前习惯，比如洗脸刷牙、读10页书、关灯，身体慢慢就形成条件反射，一做到这些步骤就知道该睡了，比起刷手机刷到亢奋要舒服得多。当然，改掉睡前刷手机的瘾头并不容易，自律永远是反人性的挑战。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手机训练，得习惯随时寻求刺激和奖励，突然让它安静下来，它可能不乐意。所以一开始你可能会有点坐立不安，总想拿起手机。然而熬过那段适应期，你将享受到真正高品质睡眠带来的清爽体验。当你早上精神饱满的醒来，而不是顶着2个黑眼圈，回想起以前熬夜刷手机的自己，一定会由衷庆幸自己改掉了这个坏习惯。记住，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对明天的投资。千万别拿健康当本钱，去换深夜那点碎片化的娱乐。手机放在床头本身并不会让你一夜暴毙，真正险恶的是我们使用手机的方式。眼睛干涩酸痛，颈椎劳损变形，睡眠严重不足，这些慢性伤害就像一条条暗流，在我们沉迷于指尖滑动的同时，悄然侵蚀着健康。辐射并非洪水猛兽，但以上这3个自杀式习惯却实实在在地在要命。它们不会让你当场丧命，却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引发无法挽回的健康危机。也许你会说，我知道这些道理，但就是管不住自己啊。的确，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早已让我们上瘾，无论是刺激的大脑、多巴胺回路，还是无孔不入的社交压力，都在驱使我们时刻不离手机。我们当然不可能彻底与手机绝缘，现代生活也离不开它。
但我们完全可以更聪明地使用手机，而不是被手机牵着鼻子走。不要让手机从你的生活助手变成健康刽子手。每个人在床头与手机之间都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选择阅读几页书代替刷屏，选择闭眼冥想而不是无止境刷短视频，选择把手机放远一点而不是伸手就能拿到。健康是一点一滴累积的，自律也是一点一滴养成的。改掉这些坏习惯或许很难，但只要开始行动，每改掉一个，你都在向更健康的自己迈进一步。眼睛会感激你，颈椎会感激你，大脑和身体都会感激你。当你享受到清晰明亮的世界、灵活无痛的景象和充足高质量的睡眠时，你会发现那些夜晚放下的手机，其实换回的是无比珍贵的东西。最后，我们再强调一次，真正要命的从来不是冰冷的手机本身，而是我们对健康掉以轻心的态度。从今天起，试着改掉这3个坏习惯吧。别在黑暗中摧残眼睛，别再歪着脖子玩到酸痛，别再熬夜让自己成为行尸走肉。也许刚开始很难，但你的身体会在每一个改变之后给你正向反馈，让手机回归工具的本质，而不是主宰你的生活和睡眠。今晚就试试把手机放远一点，让枕边不再亮着刺眼的光，闭上眼，好好睡一觉。你的眼睛、颈椎和整个身心，明天都会感谢今晚克制的你。祝你好梦，摆脱手机枷锁，拥有健康自在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守护自己的眼睛、颈椎和睡眠吧。